等咗足足接近1年，震驚全日本嘅札幌博野酒店無頭男屍案終於有突破性嘅進展。Hello， 大家好，我係九叔，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一單案嘅驚人內情。唔清楚案情嘅朋友仔，建議你先睇翻上集。喺度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一個頻道，記得訂閱、like 同埋 share。呢一單案攤咗咁耐，依然仲有咁多日本人去關心、去談論，在於案情用常理去推敲，存在好多非常唔合理嘅地方。現時可以肯定嘅案情係田村家獨女田村流奈就係2023年7月1日深夜11點至到7月2日凌晨2點之間喺博野某間時鐘酒店殺死死者蒲仁志嘅兇手。佢喺202號房殺死死者之後，將死者頭部割咗落嚟，然後變裝將死者頭部帶嚟酒店，喺附近上咗爸爸嘅車返屋企。而喺田村一家落網之後，警方喺田村間2樓嘅浴室揾翻死者已經處於嚴重腐爛嘅人頭。到底呢一單係咪田村一家總動員精心策劃嘅謀殺案呢？基於咩原因，爸爸田村修會幫女女買刀買鋸而覺得冇問題呢？喺屋企浴室藏住一個成年男性嘅人頭足足3個星期，雙親又知唔知情呢？仲有無數咁多嘅疑問。隨住札幌地方法院喺6月4日召開針對田村家媽媽田村浩子嘅初審，從控辯雙方對呢一單案嘅陳述，田村浩子嘅抗辯，雖然暫時仍然未拼湊到所有嘅真相，但從零碎嘅拼圖，竟然可以了解到成單案嘅大概，例如案發經過、流奈殺人嘅動機，仲有田村一家異常扭曲嘅親子關係。喺呢一宗手法兇殘謀殺案嘅背後，亦都係一宗聽完唔知係心酸定係心寒嘅家庭慘劇。嚟緊講嘅內容係相當之黐線嘅，極大可能會令睇緊嘅你覺得極度不安。嗱，心臟麻麻地嘅唔緊要，可以即刻轉台睇我哋嘅旅遊片。首先，我哋先從控方起訴嘅控罪了解田村一家3口喺案中嘅角色。獨女田村流奈30歲，被控謀殺、破壞屍體、遺棄屍體等罪，涉嫌用刀殺死死者，用鋸將死者斬首，將死者頭部帶返屋企後用利器破壞遺體。爸爸田村修60歲，被控串謀謀殺、協助破壞屍體等罪，涉嫌購買兇器，接送流奈出入案發地點，亦都協助流奈拍攝破壞遺體過程。媽媽田村浩子61歲，被控協助遺棄屍體罪、協助破壞屍體罪，涉嫌協助將死者頭部藏匿喺屋企。喺開庭嘅層次已經完整交代咗成件事嘅發生經過同埋兇手流奈嘅殺人動機。流奈同死者蒲仁志喺上年5月下旬喺博野一間 dance club 度認識，死者有一次喺 dance club 話會同流奈去卡拉 OK， 結果帶咗流奈去到酒店，喺死者存在誤導嘅情況下，冇採取到避孕措施，兩人發生咗性行為。離開酒店後，爸爸田村修帶咗流奈去診所，攞咗一啲事後避孕丸俾流奈。根據爸爸嘅證詞，雖然流奈喺同意嘅情況下同死者發生咗性行為，但死者冇採取到避孕措施，令到流奈感到非常之憤怒。佢就曾經同爸爸講過呢一段說話：佢冇俾人搞咗我，我一定會揾到佢報仇，我要殺咗佢。當時因為流奈亦都同媽媽講過，如果死者肯道歉，就會原諒佢，所以田村兩老以為殺人只係流奈嘅一時氣話。隨後爸爸就陪流奈喺6月中旬開始喺博野度揾死者，最終喺夜場揾到死者。流奈就同對方相約喺7月1日晚上見面玩 SM， 亦即係案發當日。大家冇聽錯，我亦都冇講錯。其實流奈一直對 SM 好有興趣，好想做 SM 女王，亦都有收集 SM 產品嘅習慣，所以流奈係非常期待同死者見面玩 SM 嘅，仲要媽媽去買新嘅 SM 工具，同爸爸練習 SM。當時其實田村兩老都唔希望流奈去見死者噶，
媽媽曾經留過字條向死者警告劉奈其實係黑幫大佬嘅女，希望對方知難而退。爸爸亦都曾多次嘗試去聯絡死者，喺案發當日嘅下午，第一次透過電話聯絡到死者，但死者就話我自己都好想同劉奈見面，而拒絕咗爸爸嘅建議。爸爸喺別無選擇之下，懇求死者唔好做一啲劉奈唔中意嘅事。事發當晚，田村兩老都只係以為個女去咗同死者玩 SM， 係直到第二朝，媽媽喺浴室發現一個冇見過嘅塑膠盒，裝住一個黑色嘅垃圾袋。劉奈就同佢講啦：我帶咗叔叔個頭返嚟啊！最初媽媽都只不過覺得係講笑，只係懷疑。但係當見到電視播緊發現無頭屍體嘅新聞，佢就開始覺得劉奈講嘅嘢係真噶啦。劉奈突然喺浴室度叫媽媽過嚟望下，媽媽咁就毫無警戒入咗浴室啦，就見到喺沖涼嘅地方有一個剝咗皮嘅人頭。劉奈仲不停向媽媽展示手機拍落嚟嘅人頭相，仲強迫媽媽自己揸住部手機睇清楚每一張相。而更恐怖嘅仲喺後邊，就喺7月7日喺浴室度唔知做緊乜嘅劉奈就突然間要求媽媽幫佢手拍片。當時媽媽已經意識到一定唔會係好事嚟噶啦，就 send 咗好多 message 俾爸爸田村修。最後爸爸就頂咗媽媽個位，應阿女要求用抽象嘅拍攝手法去拍低劉奈喺浴室肢解死者頭部嘅影片。就連4級電影都未必想象到嘅恐怖情節，活生生出現喺田村家嘅入邊。田村一家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會令到心智正常嘅田村兩老對猶如魔鬼嘅女言聽計從呢？從控辯雙方喺開庭嘅陳詞，就為我哋揭露咗田村家異常極度扭曲嘅親子關係。田村家可以話係女至上嘅家庭，父母從小非常之溺愛劉奈，從來冇鬧過佢，亦都從來冇批評佢嘅過錯。童年時嘅劉奈同一般嘅小朋友係冇乜分別噶，中意睇哈利波特，亦都經常會邀請朋友仔嚟到屋企玩。但自從中3起，佢就幾乎冇返過學啦。18歲左右開始成為咗名副其實嘅御宅族，過住日夜顛倒嘅生活。亦喺呢一個時候，劉奈出現咗一啲變化。佢開始會稱呼自己做 Lulu 善思啊，覺得原先嘅田村劉奈已經死咗，喺佢身體入邊同時寄宿咗5-6個死人嘅靈魂。言談舉止就好似變咗另一個人一樣，會同幻想嘅情人、殺手傑夫談情傾偈。當精神唔穩定嘅時候，會突然間發癲尖叫，嗰啲正常人係唔會理解到嘅語言，甚至自殘或者試圖自殺。作為精神科醫生嘅爸爸，對劉奈一系列反常嘅行為，以唔確認亦唔否認女患有妄想症嘅含糊態度去面對。喺6年前，劉奈亦都曾經去過醫院檢查，被診斷出患有多重人格同埋精神分裂症。而劉奈隨後因為領取傷殘金嘅事，多次企圖自殺，亦因為咁再被診斷患有躁鬱症。其後劉奈再冇出入醫院啦。由爸爸開精神藥俾佢，但食咗幾次啦，劉奈就覺得感覺唔舒服，就冇再食，只係有食抗抑鬱藥。任何事只要劉奈想做、想要、想買，父母都會優先滿足劉奈嘅要求。呢份對女嘅溺愛，亦隨住劉奈改變，慢慢演變成一種扭曲嘅上下關係。九叔講緊係軍官同埋士兵之間絕對服從嘅上下關係。喺田村家，父母對女係需要講敬語噶，稱呼自己個女唔係劉奈、女、阿女，而係我做生。喺日本講敬語通常嘅情況係喺一啲正式嘅場合，對住地位輩分比自己高嘅人先會講。而我做生，中文可以理解為千金小姐，即係有錢人家入邊管家、工人、花王一啲下人對主人、鄰女嘅稱呼，而且係嚴格執行，就算信息都係要用敬語。當然呢種情況並唔係相對啦。劉奈對爸爸田村修稱呼唔會係皇帝、皇上，而係司機，揸車嗰啲司機。只要係劉奈要求嘅，爸爸就會做柴可夫司機管接送，車去想去嘅地方，甚至會客串保鏢陪佢去吸平通頂。咁就可以解釋到點解案發前
爸爸同女女係吸屏同場嘅詭異一幕。當時田村修就用住一個近乎呆滯嘅眼神，離遠望住自己嘅女女同死者冇持到親密接觸。而流內對媽媽田村浩子嘅稱呼呢，就係比女。比女喺日文呢係第三人稱嚟嘅，同稱呼爸爸一樣係非常之唔尊重噶。媽媽呢就負責照顧無業遊民流內嘅膳食，當然每日食乜就由女女話事。此外，媽媽亦都會好留意流內每日嘅心情到底靚唔靚，默默向爸爸報告情況。根據控方舉嘅事例，流內喺田村家嘅地位可以話係至尊無上，但係個性非常之自私，非常任性，亦都非常之暴躁。事例我就由比較輕強嘅開始慢慢講起。喺田村家就有一條禁令，就係田村兩老咯，係唔可以掂流內任何嘅物品，甚至乎垃圾都唔可以掂，咁即係唔可以執啦，亦都唔可以清理。所以流內喺3樓間房已經一早塞爆咗佢嘅雜物，佢嘅衣物雜物可以話係塞爆咗田村家任何一個角落，就好似大家常見嘅日本垃圾屋嘅情況一樣。情況嚴重都係連父母瞓都冇位瞓嘅地步。媽媽呢，喺事發當晚，其實佢就瞓喺2樓客廳唯一一個冇擺嘢嘅狹小空間度，而爸爸呢，係直頭冇位瞓噶，要去屋企附近嘅網吧度過夜。第二件事就係流內會因為好小事發脾氣，例如佢發現屬於佢嘅物品擺放嘅方向位置有唔同嘅時候，就會鬧爆田村兩老。亦都試過因為一啲好小嘅事，多次要求爸爸將媽媽賣落火坑，賣媽媽落去淑女系嘅性產業度做小姐。第三件事就係流內曾經同佢幻想中嘅戀人殺手傑夫搞過婚宴噶。咁我嘅理解會應該係一個儀式，而唔係嗰啲真係大排筵席大宴親朋嘅婚宴。但最癲呢係爸爸媽媽參與其中嘅。第四件事就係流內命令爸爸要求媽媽親筆寫一張誓約書，而呢張誓約書呢係放喺田村屋企嘅一個當眼位置嘅。內容大概就係我係奴隸，唔好浪費小姐嘅時間，要清楚知道自己奴隸嘅地位，唔好亂使錢。第五件事就係爸爸田村修揸車趕接送嘅時候呢，流內就曾經試過從後勒爸爸頸嚟發泄自己嘅憤怒同埋不滿。而喺發生以上任何一件事，田村兩老嘅處理方法就唔係斥責，亦都唔係打鬧，而係默默咁去承受，等流內收貨之後向佢道歉。係你又冇聽錯，我亦都再次冇講錯。田村家嘅親子關係就係流內當父母係奴隸咁對待，而田村兩老亦都冇任何嘅反抗，好好咁做好奴隸呢一個角色。了解完田村一家扭曲到非筆墨可以形容嘅黐線關係，我哋而家將焦點放返喺案件嘅本身。首先，媽媽田村浩子否認控方提出嘅2項指控，控辯雙方論點啦，轉頭會講嘅。呢度係想講媽媽喺法庭上係邊講邊流淚噶。佢形容喺屋企浴室藏有人頭呢段時間係非常之難受，每一日係好無助咁去度過，亦完全冇打算參與呢一件事，堅稱自己係無罪嘅。根據控方對呢一單案嘅陳述，田中浩子啦喺案發嘅第2日，即係7月3號，已經知道流內喺家中嘅浴室藏有死者嘅頭部。佢同爸爸田村修選擇沉默，繼續過生活。控方嘅論點就認為，被告田村浩子係知悉屋企嘅浴室藏有人頭，佢選擇包庇，冇指責，冇勸個女自首，亦都冇舉報，已經等同協助遺棄屍體罪。而辯方論點就認為，被告田村浩子無可否認喺知道死者頭部喺家中浴室嘅情況下，仍然繼續過自己嘅生活。但從事實嘅層面去睇，流內根本都冇意圖去藏匿死者嘅頭部，甚至可以話係冇做過任何嘢令到死者嘅頭部變得更加難揾，亦都冇要求過被告幫手藏匿。被告亦都從來冇講過任何容許流內將死者頭部放喺浴室嘅言論，唔做任何事，包括向警方檢舉，而選擇繼續過生活，係唔構成協助教唆棄屍罪。至於協助破壞屍體罪，辯方嘅論點就認為，被告只係俾流內要求拍一條影片，對具體嘅內容係完全唔知情噶。
完全唔知道劉奈其實係計劃拍一條肢解死者頭部嘅影片，而喺浴室拍攝嘅時候，被告亦都唔喺現場，所以係唔構成協助破壞屍體罪，應該判被告無罪。好啦，以上就係到目前為止所知嘅案情。首先啦，好坦白講，我係好想嘔噶，因為起稿啦，又或者講啦，其實係好自然會幻想到一啲畫面出嚟。咁救贖自己啦，暫時無兒無女，好難代入父母角度去講任何嘢，只能夠講養不教，父之過。惡魔啦，係由田村兩老親手育成出嚟噶。簡單教育常理能夠判斷一是與非，我認為絕對係父母嘅責任。嚟緊呢一單案仲有冇新一集？我諗劉奈上庭應該係會轟動全日本嘅大新聞嚟噶，到時再睇下有冇咩新料再 update 大家啦。中意呢條片嘅記得訂閱，冇乜嘢我係嘔咗先。走啊！下集見，拜拜。